男人正对着镜子疯狂抽打自己，但他看到的镜像却是另一个女人，而他的耳光也诡异地落在了女人的脸上。这时，男人的搭讪对象闻声赶来，恰好正看到他在疯狂抽打自己的一幕。迪伦见状，顿时尴尬至极，他慌张地和对方解释，试图挽救这段只差一点就会喜结的良缘。可搭讪对象却好似在看怪物一般，恐惧地转身离去。而这已经不是迪伦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事情了。在20年前，他照常来到学校上课，可恍惚间，他便突然仿佛置身于一片冰天雪地之中，而一个小女孩的模样也随之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女孩玲珑可爱，楚楚动人，可手上却做着极度危险的动作。随着她的眼睛直视前方，一种从高空之上瞬间滑落向下的惊险刺激逐渐将男孩包裹。陷入恐惧的他紧张地抓住桌板，瞳孔不由自主地放大，直至空洞。他浑身颤抖，表情僵硬，一股无以名状的恐惧顿时席卷全身。原本正在上课的迪伦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晕倒在众人面前，而远在冰天雪地的女孩也同样因为操作不慎撞到大树，昏倒在了冰雪之中。然而，正是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明明身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即将促成一段身心相连的奇妙缘分。10几年的时间匆匆而过，长大后的迪伦成了一名英俊爽朗的帅小伙，女孩贝卡也变成了一个美丽端庄的大姑娘。可这天晚上，她在与朋友闲聊时，突然被什么东西打倒在地，聚会的友好气氛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所打破。清醒过来的贝卡惶恐地向后望去，可明明聚会上根本没有其他人的存在，她却在朦胧之中看到了一个醉酒的男人，正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眼前。他的眼神凶狠至极，嘴里还说着各种不堪的污言秽语，好像下一秒就要对他施以拳脚。这一幕让贝卡顿感头痛，他不敢确定刚刚的一切是否是自己的幻觉，若是幻觉，又怎会感受得如此真实？但他不知道的是，远在世界的另一端，迪伦正切切实实地遭遇殴打。刚刚发生的一切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时隔10余年，这种感同身受的错觉再次出现，冥冥之中也似乎有种无形的力量在时刻连接着两人的身与心。他们虽然见不到对方，但却总能感受得到对方的存在。这天，迪伦在开车时本想切换音乐，可忽然间时空之魔再次交叠，眼前的音响变成了性感的女性衣物。迪伦也仿佛置身于商场之中，见此情形的他一脸不可置信，却并不知道彼时的贝卡也仿佛置身车内。两人的眼神写满困惑和不可思议，但还未等他们从惊愕中缓神，一辆轿车突然迎面驶来。Fuck! What?这次他们不仅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世界，还清楚地听到了对方所说的话。面对耳边传来陌生女人的声音，迪伦既恐惧又好奇，他紧张地将车子停在路边，询问贝卡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经过刚刚的惊险一幕，贝卡也早已惊慌失措，他的语气尽显恐惧与不安，只能狼狈地将自己埋进角落，不断大口喘着粗气。而从对方急促的呼吸声中，迪伦听出了他并不是自己的幻觉，这一切竟是真实存在和发生的。虽然他们相隔1000多公里，还隔着2个小时的时间差，却能听得到彼此的声音，看得到对方的世界，甚至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气息，以及他们之间所有的喜怒哀乐。当布什尔冬季的冷风吹入墨西哥烈日炎炎的夏季时，迪伦也恍惚间感到一股莫名的凉意，这阵风将会跨越时间空间，缓慢地回荡在两人的心湖之上。但由于贝卡刚刚的遭遇，警察也突然找了过来，刚刚熟悉的两人也只好就此结束对话，并约定待傍晚来临之际再做联系。因为贝卡此时的人生已经与少年时期截然不同，她虽然拥有花容月貌般的面庞，还幸运地嫁给了一名富有的男人，但她所谓的丈夫却似乎从未真正爱过贝卡，反而还将她视作赚钱的工具，带着她出入各种工作上的聚会。聚会上，贝卡身着一袭亮丽的裙子，她是那么美丽，那么端庄，用最自信的姿态为自己的丈夫撑托面子。可在丈夫的眼里，她不过是自己晋升的花瓶。她就这么将贝卡甩给了一个油腻的老男人，自己则在一旁不断的献殷勤陪笑脸。诸如此类的特殊经历几乎每天都在她的生活里反复，她的人生也仿佛陷入了一潭死水。而作为与她身心相连的那个人，迪伦的人生也似乎和他同样身处谷底。因为结识了几名狐朋狗友，一向品行优渥的他竟因为一时冲动替好友顶罪，最终沦落成了一名假释犯。他将背负着沉重的罪名，无时无刻忍受他人的歧视和冷眼，甚至连获取一份正常的工作都难如登天。在万般无奈之下，迪伦只能远离人群，在一家偏僻的修理店做着最卑微的洗车工，在一处寂寥无人的郊区过着无人问津的颓废生活，并且还要时刻应付警察的突然到访。假释犯的身份如同难以挣脱的枷锁，束缚他的脚步，锁住他的人生，让他的未来望不见一丝一毫的希望。贝卡
卡和迪伦，他们一个被困在家庭的囚牢中无法逃脱，一个则被囚在过去的深渊中无路可走。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奇妙缘分，将会彻底改写彼此之间的命运。很快夜幕降临，迪伦早在空荡的房间内耐心的等候，贝卡也在与丈夫吃完饭后小心的关紧房门。也正是在这一瞬间，两人的感官再次相连。可由于白天发生的事简直太过不可思议，他们仍然不肯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两个完全陌生的人通过五感共享看到对方的生活。于是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切，贝卡主动询问迪伦昨晚是否有人在他身上打了一拳。迪伦听后兴奋地给予肯定回应，他没想到自己挨的那一下却给一个女孩同样造成伤害。为此他愧疚地跟贝卡表达了歉意，并果断承诺以后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同时也正因为此事，迪伦顿时想起了儿时的奇妙经历，热闹的课堂，雪地里的女孩，还有突如其来的摔倒在地，那股剧痛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贝卡听后不自觉地摸了摸后脑勺，然后满含歉意地解释，那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撞到了一棵树，并且还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听闻此言的两人终于明白，原来早在20年前，他们的身心就已经联系在了一起，只是如今才终于察觉。而也正因这些特别的联系，将会在无形中牵引两人彼此靠近。夜幕低垂，微风拂拂，他们一人坐在床头，一人躺在夜色中。可尽管此刻的他们已经切断了联系，却依旧能在不知觉间感应到对方的存在。他们悄然无声地陪伴彼此，敞开心扉地交换过去。贝卡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和迪伦说起之前的经历。之前他因为失去初恋而难过了一整个燥热的夏季，唯有远在天边的迪伦与之一起消化这份失落和感伤。之前他因为替好友顶罪而遭到了全世界的抛弃和针对，唯有与他心心相连的贝卡能听到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无助。他们都是被友情和爱情困在心牢里的人，却能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找到一股力量。同时正是这股悄无声息的力量，帮助他们度过曾经无数个漫长黑夜。You weren't. 随着两人逐渐对彼此敞开心扉，他们也不单单只想听到对方的声音，还想要看看对方的样子。那个曾陪伴自己走过20个春夏秋冬，分担一切喜怒哀乐的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面庞？为此，迪伦特意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先是迫不及待地来到房间，接着又让贝卡站在镜子前，这样他们就可以借助镜子看到对方的模样。听闻此言的贝卡顿时紧张无措，但他此时的眼神中却依旧写满了期待。嗨。嗨。当看到彼此的那一刻，他们都将对方的面庞深深地印刻在了心里，以无声的方式在对方的人生里穿梭。有了迪伦的存在与陪伴，贝卡在面对意外时总会淡定从容。因为他的车子突然损坏，老板想借机狠狠赚他一笔，但迪伦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就确定这是车里的传感器意外松动。随后经过他耐心且细致的指导，贝卡很快便轻而易举地修好了车子，并趁机和迪伦吐槽起了老板。听着贝卡的一言一语，迪伦虽然看不到，但他的嘴角却情不自禁地泛起了笑容，脑海里也不自觉地闪过贝卡的一眸一笑。那些笑容就如同此刻的美丽夕阳，驱散了他心里的阴霾，照亮了他的人生。他再也没有了从前那般的颓丧消沉，甚至主动收拾起了杂乱的房间。接下来的每天，他都会积极地面对工作，惬意地享受阳光洒漫的午后，甚至抽空开始温柔地播种希望的花朵，让它盛开在这处荒凉的郊区，永远美丽。而贝卡则会以无声的方式时刻陪伴在迪伦的身边，无论是夜阑人静的深夜，亦或是热闹喧杂的商场，他们每天都在无时无刻的交谈，尽情分享生活里的细枝末节。即使旁人总会投来异样的目光，也依旧没有消磨彼此的热情。而关于迪伦的人生转变，贝卡也全然看在了眼里。他会在刺骨的深冬里为他堆一个雪人，他也会在秋风习习的黄昏里透过他纯净的眼眸凝视着那漫天白雪。他们就像是彼此心里的一部分，虽然天各一方，却又紧密相连。但由于两人的人生境遇不同，他们又如同那巍然伫立的山与海岸，即使紧密相连，却只能遥隔相望。而当人生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种，迪伦不仅迎来了升职加薪的机会，还收获了一场难得的艳遇。那天晚上，他独自坐在酒吧喝酒，耳边也萦绕着贝卡的一言一语。突然，一个棕发女人注意到了他，并面带微笑地和迪伦招手。这是迪伦第一次被异性搭讪，他只是仓促地回礼后，便再也没有了后续。可女人却进一步来到了他的面前，好在有贝卡暗中相助，细心地指导他如何和女人打趣聊天。迪伦这才终于觅到爱情之果。在贝卡的怂恿下，他还鼓起勇气向女人发出真挚的约会邀请，并声称自己可以为她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女人听后顿时乐意之至，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将约会的时间定在了周4晚上。可这天却恰好是贝卡参加聚会的日子，他担心迪伦没了自己这个僚机，和女人的约会会潦草收场。但迪伦此时却有些得意忘形，他并不打算带贝卡一起参加，还声称自己的约会一定非常顺利。可真到了周4那天，迪伦的心情却变得异常焦灼。他没有事先准备好晚餐所需的食材，也没有及时打理自己的发型着装，他只能一边搅拌锅里的酱汁，一边对着镜子潦草地整理自己。而此时的贝卡
虽然身处聚会，但他的思绪却仍然牵挂着远方的迪伦。他担心他不知如何读懂女人的心，更担心他的约会会以失败告终。奈何他越担心什么，什么就越会发生。当女人敲响了迪伦的房门后，他强装镇定地开门迎接。可一对不熟悉的男女共处一室，难免会觉得有些尴尬，更何况没了贝卡的帮助，迪伦简直就是个不会说话的直男。他不会聊天，更不懂女人的表达，这让两人的气氛很快降至冰点。为此，迪伦只得仓促转移注意力，像上次那样夸赞起了女人的鞋子。但女人听后却不禁感到奇怪，她开始怀疑对方是否有着某些特殊癖好。听闻此言的迪伦连连摇头表示否认，并赶紧转移话题，和女人共饮一杯，这才让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了缓和的趋势。可这样的气氛持续没多久，女人又注意到了灶台上的酱汁，她嫌弃地说这闻起来很恐怖。迪伦见状只好将其搁置一旁，仓促地说这并不是为今晚准备的，但他却并没有及时关掉灶台。与此同时，远在聚会上的贝卡心中也不禁充满了对迪伦的担心，而在他这份越界的担心中，也似乎藏着他对迪伦的某些不解之情，这让他不自主地打开连接。Oh no! Hot! Yeah. Oh! Oh, in the sink! Ah! Put it in the sink! Yeah. See? In the sink! In the sink! Ah, shh. 好在迪伦最终化险为夷，但贝卡那边却慌乱无措。他们身处同一个世界，却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难题。迪伦不知如何和女人继续接下来的约会，贝卡也深知自己毁了丈夫的聚会，促使她错过了升职加薪的机会。可即便如此，她的心里却仍旧只对迪伦充满了担忧。她匆忙地来到卫生间，希望能帮助迪伦扭转现在的局面，但迪伦却并不想让她过分设计这场约会，甚至为了赶走贝卡，他还对着镜子疯狂地扇自己的脸，却不料这一幕恰好被女人看到。女人此时终于可以确定迪伦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经病，于是当即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里。而两人之间所遭遇的一切，也注定了这是个不平静的晚上。迪伦毁掉了自己的约会，独自坐在夜空下黯然神伤；贝卡毁掉了丈夫的聚会，回去后也遭到对方毫不留情的痛骂。他们之间没有梦寐以求的爱情，有的也只是如寒潮般涌现的孤独。或许只有体内的另一个他，才知道自己此时的落寞。 Okay. Well, look, I'm sorry about tonight. Yeah, me too. Oh, good night. Good night. 两人相对无言，却又心心相连。他们似乎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明白彼此心里的喜怒哀乐，那些心绪也宛如呢喃的细语般，随着微风缓缓轻拂于他们的耳边。虽然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对于两人而言都稍有不快，但也正因为那些猝不及防的意外，让他们的感情变得越发浓烈。他们将对方当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时刻分享着各自生活里的一切。每当夜晚来临时，他们还会借着昏黄的灯光，于漫漫长夜倾诉起彼此的心事和烦恼。遥远的童年、茫然的未来，以及深埋于心的创痛和那些糟糕的记忆，都将在这个夜晚得以无声的安抚。甚至在有些时候，只需要一首欢快的歌曲，都能让他们在彼此的世界中翩然起舞。然而，厄运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正如心心相连的世界无法被人看到，在他们眼中，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可在旁人的眼里，他们的举动却是那么诧异。看着在窗外跳舞的迪伦，老板不禁怀疑他的精神出现问题，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将他辞退。而贝卡跳舞的一幕，也恰好被赶来的丈夫看到。就算她强装镇定的掩饰，最终却还是被丈夫带到了医院，甚至就连她身边的朋友也忍不住怀疑她是否有了新欢。听到朋友对自己的警醒，贝卡恍惚间终于明白，原来自己已在不知觉间跨越界限。就算她和丈夫只有利益没有感情，她也始终无法摆脱道德的谴责，也无法接受自己早已爱上了迪伦。她觉得若是没有这场奇遇，两人或许如今仍然天各一方，过着不同的生活，走着不同的人生轨迹。那样的日子虽然乏味无趣，但至少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不用每天做着奇怪的自言自语，也就不必忍受那么多异样的目光。贝卡从这些目光中清醒过来，他用那双满含热泪的眼睛，遗憾又不舍地告诉迪伦，不妨将这段奇遇看作一场短暂的梦，就当醒来之后一切没有发生。不论布什尔冬季的夜晚有多冷，不论墨西哥深秋的黄昏有多暖，两人从此天各一方，再无任何交集。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贝卡闯入迪伦的人生后，他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开始变得阳光开朗且热爱生活，他那片荒寂无边的心土上也不自觉地开出了爱情的花朵。可如今贝卡又忽然间离他远去，这促使他的人生跌落于更深的谷底，让他心间的花朵瞬间枯萎凋零。迪伦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也无法接受贝卡就这么离开自己，于是便不远千里来到了布什尔。他根据贝卡给予的位置找到了他的住处，可却在门外停留了很久，直到天色渐渐变得沉寂，直到他的眼眶逐渐被泪水浸满，他也没有贸然上前打扰对方。他害怕自己的突然出现会破坏贝卡原本平静似水的生活。对现在的他来说，或许放弃才是最体面的抉择，但迪伦并不知道，自从上
上次到医院检查之后，贝卡竟被诊断出了严重的精神问题。她的丈夫二话不说，直接将她关进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治疗。她正在这里饱受着无休止的痛苦与折磨，她的眼中也顿时失去了色彩。现在的她每天都只是默默地趴在床上，任由那漫漫无边的寒冷将自己包围。而在这孤立无援的绝望时刻，她唯一想到的就是迪伦。于是在又一次被拉去治疗的时候，她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打开了连接。阴冷逼仄的精神病院，冷漠无情的黑衣人，眼前的一切促使迪伦瞬间明白，自己朝思暮想的所爱之人此刻正身处于布满绝望的谷底。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积蓄，急切地奔赴于贝卡的身边。而在这一路上，他还曾多次尝试着和贝卡再次连接，用温柔的话语轻声安抚他心中的恐惧，那就如同寒夜里明亮摇曳的烛火，驱散了他心底散布的绝望，促使他满是倦意的眼眸再次隐隐闪耀出无从掩埋的光芒。而随着他的心绪逐渐恢复平静，他也终于将自己的位置告知于迪伦。见此情形的迪伦立刻来到租车行，打算租一辆车前去拯救贝卡。可那段灰暗的过去就如同无法抹除的烙印，就算他以各种理由诚心恳求，工作人员就是不肯将车租给他。为此他只能假装离开，然后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时，迅速坐上一辆车，踩紧油门朝爱奔赴而去。而在前往精神病院的过程中，他还以沉着冷静的口吻耐心地指导贝卡如何用叉子打开门锁。此外，他还借此难得的机会，深情款款地向贝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Listen, hey, when you get out of there, you ever seen Canada? Why? What did you have in mind? I thought maybe you'd like to have a romance in an exotic setting. 这句话无疑点燃了贝卡心中的蠢蠢欲动。在确定门口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之后，贝卡坚定地打开房门逃了出去。她本想经过大厅就此离开精神病院，却不料丈夫的同事就站在不远处。于是她立刻装成病人的模样，安抚起一旁伤心欲绝的家属，随后又趁同事不注意时，顺手拿起一件外套仓皇离开。可眼看幸福还有近在咫尺的一步之遥，贝卡这边却在门口遇到了自己的丈夫，而迪伦那边也遇到了前来追捕她的警察。但为了自己渴求已久的爱情，也为了见到彼此，贝卡终于鼓足勇气冲上去，狠狠给了丈夫一拳。迪伦也凭借着卓越的车技，成功甩开了警察。奈何贝卡离开医院的一幕恰好被医生发现，而迪伦那边的警察也越来越多，于是他们只能凭借着对彼此的感觉拼命逃离。他们穿过裹着银衣的雪地，来到一片苍茫的树林。他们在这里不顾一切的穿梭前行，在摆脱追捕的同时，也是在尽力的向彼此靠近。此时耳边突然传来火车的轰隆声，于是他们的爱情也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他们跟随着火车的指引，奋不顾身地朝着铁轨飞奔而去。他们所走出的每一步，踏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对彼此爱情的见证。似乎就连刺骨的寒风也听得到来自他们心里的深情呼唤。可当贝卡终于抵达铁轨时，却发现眼前空无一人。这一刻，他不禁陷入了自我怀疑：难道之前的一切都是幻觉吗？难道两人真的身处不同的时空吗？但接下来一阵深沉的回答，彻底击碎了他心里的重重疑虑。可两人还没来得及看清彼此的脸，火车突然驶过，像是一道巨大的鸿沟，将他们的心意掩埋在无尽的轰隆声中。然而，即便前方有再多困顿险阻，也无法阻碍两人相见的决心。他们决定奔赴同一节车厢，然后跟随这辆火车携手朝未来共进。当相隔千里的爱情成为现实，当两个孤独的灵魂就此重叠，当两种季节交织相连在一起，当我的手能够触碰到你的脸，当你的心能够溶解我的黑暗，从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厄，都将成为我们彼此共同的回忆。记得我第一次忆起你，在那从前的灰色人流里，我听见你的声音如吟诵低喃，我沉迷孤寂又温暖，像空旷的黄昏，你的身影在虚空浮掠。我看见你站在我眼前，分明是那么陌生的脸，却彷佛在无数个平行世界里相伴过数十年。这种奇妙的相遇和跨越世俗的爱，是想触摸一个人的脸庞，哪怕正隔着千山万水。当我诚心真意的想象，就可以不用真正抱他在怀里，不用真正抚摸他的面庞。他的人远在天边，但是我的双手却沾满了记忆，伸向虚空，抚摸空气。那一刻，他仿佛就在我的怀里，他的头发就在我的手指之间。这样的相遇使人流连，也促使他们勇敢地决定，他抛下了他的顾虑来找寻他，他放弃了他压抑的婚姻。两个孤独而又荒寂的灵魂，在这一刻开始破釜沉舟般燃烧。我看见你在为我奔跑，我看到你在光芒炽烈处伫立，而我只能义无反顾。即使追兵在后，即使虎狼在前，在红色的车厢里，我将会温柔地抚摸着你的脸，轻轻地在你脸上留下一记吻痕，然后共同奔赴着浪漫的温暖结局。尽管我们的心里都明白，一个精神病人和一个再次犯事的假释犯，怎么会有好的下场？
他们的结局又怎会光明？但是就让一切停在这里吧，停在他们奔向火车的那一瞬间，停在他们互相拥吻的那一刻。即使明知道结局的尽头是感伤，却也一定会义无反顾地飞奔而去。只因你我早已厌倦尘世中的冰冷的一切，为了那一瞬间的美好，我愿意背弃一切。只因为你的存在，让我不再感到孤独，我才明白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爱。I want you to know